好香啊 ！Hello， 今天就是给大家录一个之前答应大家的天津好吃的分享。昨天让家里给我寄来了好多我小的时候经常吃的一些东西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好吃的啊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它叫死面卷子，它不是花卷的味儿，它也不是馒头的味儿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的。什么味道呢？很干净的味道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然后你看起来还是一个馒头，它确实是一个馒头，但是它叫银丝卷儿。它厉害的点是什么呢？它是主食卷主食，主食里边卷主食，馒头里边包面条，按吃里边就是这样一丝一丝的，这是馒头的味道，但是它会稍稍的有点甜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时候对它的记忆，反正就是觉得它有一点甜甜的。然后就是我专门找天津代购寄过来的京味酥包子，好香啊！它里边其实就是各种菜，其实主要是豆芽，里边这个红红的是腐乳。但小的时候，说实话特别不喜欢吃，但长大之后离开家之后就觉得这东西巨香。你看里边有豆芽，还有啥？怎么看到全是豆芽？我没办法跟你们形容，但真的很好吃。大家可以知道一下这个品类，就是有一种馅儿除了韭菜鸡蛋，除了肉包子，还有一种馅儿叫京味酥，很好吃。这个都是我叔叔从天津寄过来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试一下。酸枣糕，但巨酸，一点糖都没加，这怎么这么酸？放在这个酱，这发错。然后这个就是豆杆糖，豆杆糖是我们什么忘了吃的，反正就是也是那种老式的那种，它外边是黄豆面的。然后豆杆糖分两种，有硬的，然后有软的，这个就是软的，淡淡的豆腐香，没有什么添加剂的味儿，就是熬的那种糖味，这样子。然后就是这个糕干。确实有点像海绵块。小的时候我们吃的是那种洋村糕干，天津、北京来回跑的时候要过洋村，然后就在那个路边会有卖那种一袋一袋的，有点像南方的那个米糕。以前真的都没有馅，现在还有馅儿。又被噎到，有一点干，但是。如果喜欢干椰酸奶的那个口感的人，可以试一下这个。然后就是我隆重介绍的五豆，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有多亲切，因为这个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餐桌上一直有的，大人喝酒或者是他们晚上聊天就会有这个，它是煮的卤的那种味道，它会煮的很咸香，然后面面的。我们的风豆浆，还有我们的狗屁果仁，喜欢吃花生的一定要大家去尝一下天津的这个狗屁果仁，非常好吃。这个花生，食用盐、桂皮、大料。这个糕干在我的肚子里面在站着，它不油，它特别干。你看那个袋子，你从这个袋子就能看得出来，炒的那个味道就很香，然后每一颗都很饱满，很脆，看这，脆脆都是小嘎子。大家只能自己去天津尝一下蚕豆的品类，毕竟你看寄过来，不同的蚕豆有这么多种，蚕豆开小会。但是我还是最推荐我们的五豆。你要买点天津的人脉，真的是买不着，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哪家，就是家门口这边那小摊上买的。我小的时候也不爱吃麻花，离开天津久了，然后我自己很爱吃小零食之后，我就买了天津这个18街麻花，它有很多口味，它现在有很多创新的口味，有黑芝麻、荞麦、绿豆，但我最喜欢的就是什锦和五仁味的。这嘎巴这嘛，很咸香，然后很酥脆，很有味儿的一个。小麻花，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太大了，它现在有这种小包装的，你可以这样打开，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这就是有一股焦香味，然后那个果仁啊，那个花生碎什么在外面裹着，很咸香，很好吃的一个东西。下一个啊，露西式。这个露西式呢，是我怎么发现的呢？是我上一回回天津，早上起来自己骑着自行车出去溜达，就是天津小孩都会知道有一个店叫启士林，就是一个西餐店。那个时候只有考试考好了，或者是重大的节日才会去的一个餐厅，在天津的小白楼。当时做西点的那些老爷爷啊，那个时候还是叔叔，现在已经是老爷爷了。他们那辈就是从里边出来了之后，就自己去开了一些西点房。大家如果去天津的话，可以去尝一下。它的蝴蝶酥，包括这种酥类做的都是没有那么油，但是很酥脆，然后奶味很足，每一层那个层次感，每一层都做的特别的分明。其实也是咸香口的。还有一个黄油大饼也很好吃。如果大家去线下店的话，可以买炸的那个猪排，奶油鸡杂的俄罗斯酸鱼还是醋鱼也很好吃，大家可以。这个
首选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大力高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，但我记得小时候说吃大力高好像对嗓子好，还是对啥好？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最近很火的那个往咖啡上放一个这个糖块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力高。买一个我们天天大力高就行了。但我觉得味儿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有点梗啾啾的。哎呦，这是小时候那味儿，你吃进去之后会有一点糊巴巴的味道，但很香，就相当于做好的一块完整的卡美罗。真的很好吃。它前面你吃进去是甜的，但是到后面你能尝出来熬的那个焦糖的那个苦的香醇的味道，还不错。大力高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对天津的探索不到1/10，等我再给你们探索探索我小的时候还喜欢吃什么。